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英特尔资本在中美科技竞争中积极投资中国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初创企业，投资了43家中国公司，其中包括16家 AI 初创企业和15家半导体行业企业。受美国投资限制的影响，英特尔资本近年来放缓了在中国的投资步伐。接下来这条，阿迪达斯发布高于预期的第二季度业绩，上调全年收益预期，运营利润预计达到约10亿欧元。该公司的成功得益于 Samba 和 Gazelle 运动鞋的强劲销售，以及竞争对手耐克的销售疲软。下面这条，亚马逊营销门户网站因故障而无法使用，影响了年度大型促销 Prime Day 的广告投放。该门户网站是商家调整广告预算和竞价关键词的重要工具。亚马逊表示问题已解决，广告投放不受影响。接下来这条，川普认为台湾应该支付美国的防务费用，因台湾并未给予美国任何支持。台积电股价周三下跌。下一条，受美国对中国业务更严厉限制的前景影响， ASML 市值下跌。尽管上季度订单额增长，美国政府计划对持续向中国提供先进半导体技术的公司实施最严厉的贸易限制，包括 ASML。 美国正在向 ASML 施压，该公司垄断了制造最先进半导体机器的市场，以加大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遏制力度。接下来，阿迪达斯二季度业绩超预期，上调全年指引，提振股价，飙升至2年多来最高点，因其露台运动鞋受到追捧，抵消了竞争对手耐克的低迷销售。下一条，东京电子股价暴跌，因美国讨论使用最严厉贸易限制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日经股指也下跌，逆转此前涨幅。接下来，受美国出口限制和特朗普对台湾立场的担忧影响，美国股市周三从创纪录的高点大幅回落，科技股受双重压力。让我们关注苹果凭借其智能人工智能策略和对人工智能日常用力的巧妙演示，预计将迎来强劲的 iPhone 和 iPad 升级周期。尽管此前存在升级疲劳等担忧，但苹果的 AI 战略被视为其护城河的延伸，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增长潜力。接下来这条，美股因对中国出口限制和特朗普对台湾立场的担忧而大幅下跌，科技股下跌。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下跌 1.4%， 标普500指数期货下跌 1%。 下一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姆斯表示，尽管近期通胀数据令人鼓舞，但他希望在未来几个月看到更多证据，以获得降低借贷成本所需的信心。下面这条，华尔街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落后者，如英特尔、AMD 和 IBM 等估值较低、预期较低的公司，预计这些公司在2024年剩余时间表现强劲。下面这条，强生公布第二季度财报，超出预期，受癌症治疗药物 Darzalex 和银屑病药物 Stelara 强劲销售推动，收入和利润均优于预期。尽管 Stelara 2025年将面临仿制药竞争，但公司表示已预期并相信保险覆盖将能维持增长。下面这条，美国股市表现喜忧参半，科技股因美国对华出口限制和特朗普对台湾的立场而面临双重压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约 0.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超过 1%， 而科技股占比较高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超过 2.3%。 最后一条是，投资者日益相信全球经济将实现软着陆，即通胀降至美联储目标，而高利率不会使经济陷入衰退。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